解放军组织的新一轮跨国空运行动引发了多方关注，尤其是担负运输任务的运20战略运输机配置了全套的机载防御系统，更是其中的亮点。一起来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这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一直是广大军迷关注的焦点，但除此以外，却也有一些别的军事热点值得关注。譬如说，就在这2天，咱中国空军刚刚组织了一波跨国战略空运，派遣了6架国产运20战略运输机飞出国门，远赴塞尔维亚执行战略空运任务。其中值得单独拎出来讲讲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虎哥这就来给大家逐一分析。首先，本次跨国战略空运最大的亮点自然是这6架运20战略运输机所运载的货物。尽管目前还没有经过证实的官宣通告，但从外媒分析报道普遍认为，中国空军此次战略空运是给塞尔维亚送去此前在中国订购的一批外贸武器装备，即为 FK3 防空反导防御系统。考虑到目前整个欧洲都因为塞尔维亚宣布拒绝制裁俄罗斯而存在普遍的排挤打压塞尔维亚的情况，要是通过一般途径的海运或空运向塞尔维亚交付这批外贸装备，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遭到某些北约国家的无端拦截乃至扣押。须知欧洲一些国家对俄制裁已经到了魔怔的程度，譬如说芬兰前2天直接把俄罗斯借出到海外展览的国家文物和宝藏给扣押了，给出的理由居然说这是禁止奢侈品流向俄罗斯制裁的一部分，简直令人无语。如此这般行为就和明抢人家的国宝无异。但如果是中国空军派出运20战略运输机机队为塞尔维亚上门送货，将外贸装备交付到位的话，那这其中的意义可就完全是不同的另一回事了。如果北约拦截扣押，其性质的严重性将和拦截扣押一般的民船与商用飞机完全不同。毕竟现如今的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联合国5常之一，各领域发展和国防军力早已今非昔比，综合国力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并且还和欧洲有着非常紧密的贸易往来。欧洲国家在稀有贵金属、轻工业品等诸多领域都离不开中国供应。这诸多因素相加在一起，北约欧洲国家自然也就得多掂量，把贸然行动可能会招致的后果考虑清楚。换句话说，这其实也能很好地体现出如今中国实力的强大，为客户送货上门提供全程服务保障，更是中国军工展示给世界的一张优秀名片。另有一点也值得加以关注，便是此次出国执行战略空运任务的运20战略运输机上携带了全套的红外干扰弹与铝箔条抛洒装置。在运20历次公开露面的可辨别细节照片中，这还是首次展示出此类全套的机载防御系统。至于说为什么将防御系统配置齐全再飞出国门，原因自然不必多说。一方面是炮火横飞的俄乌战场存在相当大的不安全系数，交战双方一个是欧洲第1军事强国，另一个是欧洲第2陆军强国。这种阵仗的大打出手放欧洲来说，那可是自2战结束后还从未有过的。尽管运20的航线并未跨越俄乌战场空域，而是选择了绕飞土耳其中转再飞赴塞尔维亚，但小心驶得万年船总是没错，越是靠近战场空域就越有可能发生意外，做好准备才能随时应对不时之需。其次，北约国家最近这2天也是小动作频繁，在尝试军事冒险，甚至干出了派遣军机跟飞塞尔维亚客机，借客机打掩护进入俄罗斯领空这种极其危险的事。这极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国土防空部队误判目标的识别信号，朝入侵领空的北约军机开火发射导弹，结果却击落客机这种惨剧的发生。此类行为北约国家在冷战期间就没少干，派遣侦察机借客机掩护飞入苏联领空搞侦察，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有过先例，现在只不过是故技重施。同样是要飞赴塞尔维亚，考虑到北约已经向塞尔维亚的客机干出过这么危险的举动，中国空军的运20机队配齐全套的防御装置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即便发生意外，真的有导弹来袭，红外干扰弹搭配铝箔条干扰，
也足以对一般的红外导弹以及雷达弹起到足够的防御效果，保障运20的生存性。因此，综上所述，运20配齐全套机载防御装置飞出国门的这一细节，从多方面角度来讲，都能体现中国空军的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向实战标准看齐的跨国战略空运任务，也代表着中国空军的战略运输机队正在不断走向发展壮大、愈发成熟，全面迈向一支真正可靠的战略运输力量。